想象一下，你正盯着一个足以摧毀整棟大樓的定時炸彈，紅色的倒計時已經跳到了最後一秒，引爆器上的指示燈開始瘋狂閃爍。就在所有人都捂住耳朵，以為一切即將灰飛煙滅的時候，那隻死死按在起爆鍵上的手突然停住了。2026年3月21日，華盛頓向德黑蘭下達了一份沒有任何商量餘地的48小時最後通牒，要麼立刻解除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武裝封鎖，讓全球的油輪重新開動，要麼等待徹底抹除。就在全球能源期貨市場因為極度恐慌而全線爆倉，交易員們絕望地盯着屏幕的生死關頭，美國卻在通牒到期的最後一刻突然踩下了剎車，對外宣布推遲5天。很多人在社交媒體上嘲笑，說超級大國不過是虛張聲勢的紙老虎，關鍵時刻退縮了。但事實是，在頂級的大國博弈和戰爭推演中，暫緩執行從來不是因為仁慈或怯懦。今天我們撥開那些外交辭令的偽裝，用最真實的戰場邏輯，如果5天後談判破裂，美國的第一輪鋼鐵暴雨究竟會砸向哪裡？如果動手，第一輪打擊目標會是核設施嗎？畢竟在過去10幾年的新聞敘事裡，核問題一直是雙方博弈的絕對核心。解決核問題是目的，轟炸是手段。如果靠轟炸能解決，那恐怕在開戰的第2天就可以宣告結束戰爭。炸了幾個核設施，伊朗沒有人才技術儲備嗎？伊朗會在核問題上死心嗎？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了，一旦美軍撤出，下一個核設施的計劃書就會擺在德黑蘭的桌前。更重要的是，這會在政治上給對手提供一個進行全面戰爭動員的完美借口，讓他們瞬間獲得一種悲情式的殉道者光環。超級大國的決策層從來不會按情緒去打牌，他們只看重系統癱瘓的效率。在這份48小時的最後通牒裡，白宮給出的終極處決清單非常明確：如果霍爾木茲海峽不恢復通航，美軍將徹底摧毀對手的發電廠，並且會直接從全國最大的一座樞紐電站開始動手。為什麼放着極其敏感的核設施不打，偏偏要打看起來平平無奇的民用發電廠？因為現代國家本質上就是一台極其龐大、時刻需要不間斷供電的超級服務器。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再強，常規導彈的數量再多，只要這台服務器斷了電，所有的防禦硬件都會在一瞬間變成一堆毫無意義的廢鐵。打發電站對於美軍的作戰體系來說，也是最冷酷也最高效的拔電源操作。一旦美軍的 B-2 隱身轟炸機在防區外投下精確制導炸彈或者戰斧巡航導彈，精準命中渦輪發電機組的那個瞬間，這台國家服務器的主插頭就被拔掉了。如果全國最大的幾座核心發電廠化為廢墟，國家主幹電網就會因為巨大的負荷波動而瞬間熔斷。這種民生層面的破壞，比任何頂級的電腦病毒都要致命100倍。在接下來的幾分鐘內，第一米諾骨牌開始倒下，那些部署在海岸線上號稱能鎖定幾百公里外目標的防空雷達，會因為失去主電源的支撐，在備用柴油發電機耗盡燃油後徹底變成瞎子。原本雖然四處透風，但勉強還能用的防空識別區將徹底淪為虛設。緊接着，軍方的骨幹指揮網絡和地下通信光纜會因為海量的中繼基站斷電，變成一堆無法傳輸任何信號的廢塑料。前線防空部隊與最高指揮部將徹底失聯，現代化的體系作戰瞬間退化為各自為戰，毫無協同的盲人摸象。幾小時後，更深層的系統崩潰會像瘟疫一樣蔓延到後勤保障網絡。空軍基地的那些地下巨型油庫裡，那些高壓燃油泵會徹底鎖死。哪怕跑道上停滿了先進的戰鬥機，他們也連一滴航空燃油都加不上，只能靜靜地停留在地面上等待被摧毀。而對於平民社會來說，災難才剛剛開始。失去電力意味着城市的自來水供水系統全面停擺，物流調度網絡徹底癱瘓，大型醫院的維生設備停止運轉，整個社會的生存邏輯將在一夜之間分崩離析。發現了嗎？這就是現代戰爭最讓人不寒而栗的地方。這是一種不見血卻能讓現代社會的運轉體系瞬間倒退回前工業時代的抹殺。只需要用最少彈藥，就能從底層癱瘓掉一個中東大國的全部抵抗意志與戰爭潛力。既然拔電源這招如此高效且致命，美軍的轟炸機也早已經在跑道上掛彈待命，那為什麼華盛頓的手會在倒計時還剩最後1秒的時候硬生生地停住了？為什麼要在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時候強行擠出這多出來的5天緩衝期？因為伊朗手中確實有一張底牌可以打，這究竟是一個怎樣毒辣的反制方案，竟然能逼停超級大國的戰爭機器？要解釋這個反轉，我們不得不借用商業併購戰中一個極其冷酷且極具破壞力的概念——毒丸計劃。
在資本市場上，當一家公司面對一個體量極其龐大、自己根本無法正面抗衡的金融巨頭強行惡意收購時，最有效的防守策略往往不是去籌錢硬拼，而是直接在公司內部啟動一份自毀協議。這種策略的核心邏輯就是，既然我活不下去，我也要讓你吞下我之後瞬間毒發身亡，大家同歸於盡。在波斯灣的軍事對峙中，你會發現對手的戰術選擇如出一轍。面對美軍絕對的制空權和防區外打擊能力，對手的軍方高層並沒有天真的在電視上喊出我們要發射導彈轟炸美國本土這種毫無軍事常識的狂言。在真正的實力代差面前，去硬剛美軍的核心作戰平台無異於以卵擊石。相反，他們極其冷靜地在戰術地圖上那個無法承受損失，同時也最缺乏防禦縱深的軟肋反向綁架。在48小時最後通牒即將到期之前，對手通過極其強硬的渠道向華盛頓拋出了底牌：如果你敢動用隱身轟炸機炸毀我的發電廠，讓我的國家主幹電網停擺，讓我退回前工業時代，那麼我將放棄所有對美軍軍事基地的無用攻擊，轉而立刻發射武庫中所有庫存的彈道導彈和自殺式無人機，去徹底摧毀美國在中東所有核心盟友的能源網絡。而在這些將被摧毀的能源網絡中，排在第一優先級的，甚至不是那些產油的油井，而是那些維持中東土豪生存底線的海水淡化基礎設施。這招可謂是真正的舍大擊寸。大家要知道，像阿聯酋、沙特這些富得流油的海灣國家，他們在過去幾十年裡用海量的石油美元，在波斯灣的沿岸建起了全世界最奢華的摩天大樓、最夢幻的人工島嶼和最頂級的金融中心。迪拜、阿布扎比、利雅得這些城市看起來就像是未來世界的科幻都市，但是這些繁華的現代文明結晶有着一個極其脆弱的前提，他們腳下是一片沒有任何淡水湖泊、沒有任何地下水補充的死寂沙漠。這些繁华都市的日常運轉幾乎都依賴建在海岸線上的超大型海水淡化廠，這些海水淡化廠就是這些沙漠國家真正的人工生命維持系統。而從軍事工程學的角度來看，這些每天吞吐着數百萬噸海水的巨型工業設施，占地面積極其龐大，且必須緊貼海岸線建設，根本沒有任何偽裝和深埋地下的可能。在彈道導彈的制導雷達眼裡，他們就是毫無防備的巨型活靶子。如果這些極其昂貴且難以快速修復的海水淡化廠被密集的導彈群瞬間抹平，無論你的主權財富基金裡擁有多少百億美元的資產，無論你的車庫裡停着多少輛絕版超跑，物理學和生物學的規律都不會對任何人網開一面。在超過40度的殘酷沙漠高溫下，失去了淡水供應，整個城市的運轉會瞬間陷入停滯，飲用水短缺會引發極其恐怖的社會恐慌，而因為缺乏冷卻水導致的主幹電網癱瘓，將徹底關掉城市裡所有的空調系統，幾百萬高度聚集的城市人口，在短短3天之內就會面臨崩潰級別的人道主義生存危機，隨之而來的將是史無前例的難民潮和整個海灣地區金融體系的崩盤。對手的潛台詞極其明確且冰冷，在技術上防不住，隱身戰機從天上拔伊朗電源，但只要敢拔，只要敢切斷電網，伊朗就砸爛美國所有盟友的水龍頭。既然美國要讓伊朗退回中世紀的黑暗中，那大家就一起在波斯灣的沙漠裡活活渴死。面对这種直接拿幾百萬平民生命和整個中東體系同歸於盡做要挾籌碼，即便是擁有全球最強軍力的超級大國，也不得不暫時鬆開按在導彈發射鍵上的手指。因為一旦盟友崩潰，美國在中東耗費半個世紀建立起來的戰略支點將徹底蕩然無存。這就是為什麼在倒計時最後1秒，突然會多出這5天緩衝期的核心真相。這絕不是戰爭的陰雲散去了，而是有人在牌桌上退出了瘋狂的籌碼。很多人在看到特朗普宣布推遲5天打擊，並且官方發言人表示正在進行富有成效的對話時，長長的舒了一口氣。他們把這種外交辭令誤讀成了美國在戰爭邊緣的退讓與契合，以為這又是一次雷聲大雨點小的政治作秀。但現實是，在這個由鋼鐵、美元和鮮血構成的真實世界裡，從來就沒有什麼無緣無故的退讓。在這場賭上了全球能源命脈和數千萬人安危的德州撲克局裡，這多出來的120個小時根本不是什麼帶來和平的曙光，而是一場重新調整槍口並為最終的破產清算做準備的戰術加時賽。在這壓抑到令人窒息的120個小時裡，雙方的外交官可能進行談判磋商，或者第三方國家傳遞信息，但龐大的軍事機器齒輪依舊在以令人毛骨悚然的轉速咬合。對於美國而言，這5天的緩衝期是一個必須要爭取到的戰術時間窗口。既然對手已經把底牌亮明，威脅要動用所有的庫存導彈去砸爛盟友的海水淡化廠和能源樞紐，那麼美軍的最高指揮部就必須在扣動扳機之前把己方的防禦網補全。在這5天裡，美軍絕不僅僅是在等待對手的妥協，
由於在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航母打擊群正在全速向波斯灣的咽喉地帶機動，尋找最具威懾力且能夠攔截來襲導彈的防空陣位。更關鍵的是，那些部署在阿聯酋、沙特、卡塔爾等盟國境內的愛國者防空反導系統，以及專精高空末端攔截的薩德系統，正在進行高級別的全網開機預熱。美軍的工程師們需要時間將這些分散在不同國家的雷達節點，通過數據鏈融合進同一個廣域防空網絡中。他們要在那些極其脆弱的海水淡化場上空，緊急撐起幾把能夠抵禦飽和式導彈攻擊的保護傘，為最壞的結局做最萬全的資產保全。只有當這張防空網的攔截概率達到美國決策層可以接受的閾值時，華盛頓才真正擁有了無視對手毒丸計劃、強行按下攻擊鍵的底氣。而對於被逼入牆角的對手而言，這5天同樣是在進行一場游走在懸崖邊緣的極限的底線測試。他們並沒有因為多出5天時間就立刻下令撤收反舰導彈，相反，他們正在通過各種台面下的渠道瘋狂地試探華盛頓的真實決心。美國到底敢不敢冒着盟友城市癱瘓、全球油價徹底失控的巨大風險，強行對自己的國家主幹電網進行轟炸？美國總統在推特上放出的狠話，究竟是為了支持綠造勢的虛張聲勢，還是已經下達了實質性的交戰規則？與此同時，他們也在這場極其危險的對峙中尋找着一個極其微妙的下坡台階。大國之間的博弈，最怕的就是被徹底逼入死角。对手需要找到一個既能讓自己順理成章地解除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保住自己在國內和地區盟友面前的大國顏面，又不至于顯得是被美國的戰斧導彈硬生生嚇退的借口。這可能是一份措辭模糊的經濟解綁承諾，也可能是一次通過中間人達成的非公開諒解。這就是大國博弈中最讓人感到窒息的規則，哪怕其中一方甚至雙方都在內心裡決定了要往後退一步，以避免徹底的互相毀滅，他們也必須保持絕對強硬的姿態，直到槍聲響的最後一秒，直到確認對方也無意同歸於盡時，才會極其緩慢的、充滿戒備的放下武器。現在這場戰術加時賽的沙漏正在1分1秒的流逝，所有的外交斡旋，所有的導彈起數與雷達開機，都即將迎來最終的節拍時刻。在這個未來10年全球經濟走向的十字路口，整個世界都在屏住呼吸，等待着一個答案。如果在120個小時之後，雙方依然沒能找到那個體面的台階，談判桌被徹底掀翻，面對被中東水龍頭綁架的絕境，美國到底還要不要落下那第一錘子？如果這120個小時的戰術加時賽徹底結束，談判桌上依然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的妥協，面對被死死鎖定在彈道導彈射程內的水龍頭，華盛頓的最高決策層真的會按下那個按鈕嗎？很多人在看到倒計時暫停的那一刻長舒了一口氣，認為既然美國在最後1秒選擇了猶豫，那就說明他們害怕中東那些土豪國崩潰帶來的連鎖反應，絕對不敢真正開戰。火力軍認為答案不僅是敢，而且是一旦那條看不見的紅線被徹底不可逆的跨越，這台極其龐大的國家戰爭機器會毫不猶豫地選擇開火，甚至不需要經過任何道德層面的內心掙扎。為什麼？因為這裡是霍爾木茲海峽，在普通人眼裡，這可能只是一條在地圖上並不起眼的內陸水道，但在全球宏觀經濟的版圖上，它是掌握着全球20%石油和天然氣運輸的主動脈。更重要的是，在現代信用貨幣的金融體系中，這條海峽裡順暢通行的一桶桶原油，就是石油美元霸權最核心的資產和信用锚定物。如果華盛頓任由這條維繫全球能源運轉的咽喉被對手無限期掐斷，這就相當於一家發行了海量貨幣的全球最大中央銀行，眼睜睜地看着別人用幾噸混凝土死死封住了自己地下金庫的大門。一旦全球供應鏈和資本市場認定美國已經失去了維持這條核心商業航道絕對開放的武力投射能力，那麼維持這個超級大國全球地位的基石就會在一夜之間發生不可逆的坍塌。美軍現在就是不斷往盟友的淡水設施上不斷加碼，力求近乎完美的防禦成功率。所以這多出來的5天倒計時根本不是什麼和平鴿帶來的曙光，而是暴風雨來臨前壓抑到極點的寧靜。美國在爭取最後的時間，等待防空反導網絡的最優部署就位，而對手也在拖延時間，試圖在極限施壓中尋找一個不失體面的下坡台階。現在沙漏裡的最後一粒沙子即將落下，霍爾木茲海峽這片全世界最脆弱也最昂貴的能源咽喉，到底是會迎來一場充滿政治智慧的外交妥協，還是會被戰斧巡航導彈和隱身轟炸機刺眼的尾焰徹底點亮？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伊朗會接受特朗普開出的條件嗎？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